各位，我觉得这是不管你买不买，但今年必看的一款旗舰。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OPPO 的 Find X9 系列，我觉得依旧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代旗舰。去年在测试 Find X8 Pro 的时候，就能明显看到 OPPO 没有不堆料，但很知道自己想要做出一款有什么特色的旗舰手机。比如说去年一整年，如果你要我选出一款规格很猛的旗舰手机，那我的口袋里有很多名单啊。但如果你要的是均衡旗舰，那 Find X8 Pro 绝对是我去年很常拿来当成主力机的选项之一。在一票旗舰当中，它维持了很好的手感，却拥有5910毫安时的大电池、80瓦的快充，并且 OPPO 把天玑940调得很好，效能释放也非常积极。重点，他们一口气塞了3倍以及6倍2颗长焦镜头，就是为了在轻薄之下还能 hold 住长焦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后选择适合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就是近几代 OPPO 旗舰的特色，它不会很激进的去追某项规格，而是打造出各方面都在水准之上，真的很能打的旗舰机种。而且我必须很老实的说，去年一整年我把 Find X8 Pro 当成主力机的频率真的挺高，我觉得可以说是被严重低估的一款旗舰手机，算是用过就懂的产品。那今年 Find X9 Pro 同样维持均衡旗舰的定位，但在整体堆料上 ，OPPO 这次的下手还是蛮猛的。首先 ，Find X9 Pro 同样采用最新的发哥天玑9500旗舰处理器，搭配上16GB 的 RAM。重点，这次直接塞进了7500毫安时的超大电量电池，而且重量控制在224克。重点是标准版的 Find X9 不止同样用上了天玑9500，搭配上12GB 的 RAM。OPPO 居然在203克的重量下，直接塞入了7025毫安时的电池，续航完全没焦虑。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 ，OPPO 其实很认真在做国际版的 ColorOS， 不只是流畅体验，有被带上国际版。重点 ，OPPO 也是入场当中少数认真在做国际版 AI 的一家。这次在 Find X9 Pro 上，除了同样有我们很推的 Circle to Search 圈定即搜、AI 文案助理等等，重点 ，OPPO 还加上了全新的快速键，做到 AI 记忆舱。这个我们待会详细聊聊。不过，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OPPO 大改的哈苏影像到底如何呢 ？OPPO 这次在 Find X9 Pro 的主镜头终于换上了感光元件更大的1.28寸 Sony LYT828， 并且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长焦上 ，OPPO 选择了单颗2亿画素的3倍潜望长焦，并且这颗3倍潜望终于支援长焦微距，可喜可贺。更重要的是 ，OPPO 也首次推出了自家的哈苏增距镜。接上后，直接从光学3倍变成真正的10倍光学变焦，并且手持稳定度也算不错哦。不过目前我还不知道售价，等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开价应该出来了，你们再留言跟我说。总之，到底 Find X9 Pro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但是我只讲重点，不浪费大家时间。在我手上的就是 OPPO Find X9 以及 Find X9 Pro 两款全新旗舰。本次我们同样会专注在 Find X9 Pro 的测试上，不过在关键差异上，我们同样会带到标准版的 Find X9 一起对比，不用担心。首先，这代两款在外观上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相机区块从前代的主流 Oreo 大圆，改为更有自家风格的方形设计。让人想到 Find X3、Find X5 系列的环形山镜头模组，就说认真做，真的不一定要 Oreo。整体不止比先前更加简约利落，在握持时也更不容易碰到镜头，这点给个好评。而且在相机右下角则都有哈苏的联名 logo， 这里就能看出来两台在设计上最大的差异。Find X9 Pro 的闪光灯会在模组外面， Find X9 则是会环形包围哈苏 logo。此外，两台在后盖都藏了磨砂处理的一体式冷雕玻璃。摸起来的触感相当细致，甚至有点丝滑，在反射光线的时候会有一种消光的均匀感。搭配上正面的全平面玻璃，还有平直的金属中框，实际质感不错，推荐大家可以到现场摸摸。外观上还有3个必看重点：第一 ，Find X9 两款不分 Pro 不 Pro， 都有 IP66 的高压水柱测试，IP68 的水下 1.5 公尺30分钟浸泡测试，以及 IP69 的80度高温喷淋测试都有通过。第二，同样不管 Pro 不 Pro， 两款也都标配红外线模组，可以透过手机直接开电视、关冷气，非常实用。最后，两台手机都是双面双 SIM 卡设计，支援双卡。重点，两只也都有 eSIM， 全部都给不用选。
盒装上 ，OPPO 一直以来都很有诚意，包括提供110伏、最高80瓦的充电组，随附的保护壳是搭配手机颜色的软壳，很好拆装。萤幕表面也都先贴好了保护贴，打开来就能有基本的防护。接着，我们就先来看大家同样关注的效能。邦尼手上的 Find X9 Pro 和 Find X9 都是搭载台积电3纳米所打造的发哥最新旗舰天玑9500处理器。记忆体上，标准版搭配的是 LPDDR5X 12GB 的 RAM 以及 UFS 4.1 256GB 的储存空间，而 Pro 版本则是 LPDDR5X 16GB 的 RAM 以及 UFS 4.1 512GB 的储存空间。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效能实测环节。本次邦尼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首先看到反映 CPU 效能的 Geekbench 6 Find X9 Pro 在预设的均衡模式下，就已经拿下单核3323分，多核9735分。对比上一代 Find X8 Pro 的天玑9400效能模式，大约有着单核 15.2%、多核 10.6% 的明显效能提升。而在 GPU 上，我们就来看 SunnyMax Wildlife Extreme。Find X9 Pro 拿下7370分，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代天玑9400也大约有着 11.8% 的效能提升。那天玑9500大家都蛮熟悉了，理论效能我就以重点为主，我们直接进入到游戏实测环节。首先来测原神目前 loading 最重的图之一——原神须弥。Find X9 Pro 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平均帧数完全跑满，这次真的是蛮猛的，均衡旗舰居然可以来到平均60.1帧。实测正反两面都落在40度上下，轻轻松松。接着我们来测另一款游戏《崩铁》。Find X9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可以看到 loading 就比较大了，平均帧数落在59.2帧。那崩铁的温度就偏高了，正反来到44度上下。OPPO 的释放依旧积极，可以算是均衡旗舰当中效能有给的一支了。而在续航部分，Find X9 系列2支搭载了国际版非常少见的超大电池，标准版用的是7025毫安时，而 Pro 版更是用上75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实在是很好奇续航表现到底如何。经过邦尼实测，在全程强制 120Hz 模式中 ，Find X9 非常神扯，拿下14小时57分，而 Find X9 Pro 更是拿下16小时39分的成绩，两台都比上一代多了2到3小时的续航时间啊！这次能耗和电池都给力，我觉得算是完全没有续航焦虑的一代了。而在充电表现上，这次两款机型都支援最高80瓦的有线快充以及50瓦的无线充电，一视同仁。经过邦尼实测，透过原厂随附的80瓦充电器 ，Find X9 耗时1小时11分完全充满，电池更大的 Find X9 Pro 则是1小时15分完全充满，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快，但要记得这两款手机的电池可都是突破7000毫安时啊！对了，这次改了一个痛点，就是 Find X9 系列终于用上了超声波指纹辨识，并且也移到了更加顺手的靠上位置。那 OPPO 指纹的解锁速度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都非常快。但注意，保护贴不要贴厚板，指纹才会流畅。另外，也都支援脸部辨识。接着，我们就进入到这次 Find X9 Pro 最大的重点——相机。首先来看硬体，这次 Find X9 Pro 在主镜头上换了一颗尺寸更大的1.28寸 Sony LYT 828 无圈画素主镜头，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重点不只换主镜头，这次最大的改变是从上一代3倍、6倍双潜望 ，Find X9 Pro 这次采用了一颗底更大的2音画素3倍潜望镜头，用的是三星 ISOCELL HP5。尺寸来到 1.56分之1寸，虽然不是目前底最大的长焦，但以一票长焦来看的话，也绝对不小。尤其搭配的是 f2.1， 以长焦来看，可以说是大光圈了，多少对低光长焦有所帮助。目前我们玩下来，三星 HP5 的体质其实蛮能打的，而且镜头模组的尺寸真的可控很多。对了，如果你有极限望远需求的话 ，OPPO 这次也有哈苏增距镜可选。接上后，直接从光学3倍变成230mm 的光学10倍，并且别忘了，这可是2亿画素的光学10倍啊！要拿来拍演唱会、拍活动、拍球赛都很好用。那日常的话，这颗原生3倍长焦，不管是在拍人、拍景，也都是相当实用。3倍也是拍人很好用的一个焦段。
超广角就是维持 2.75寸5000万真5超广角。而在 Find X9 这边，细看规格，你可以发现几乎跟 Find X8 Pro 相当接近，包括用上了5000万1.4寸 Sony LYT 808主镜头，搭配上5000万的3倍潜望长焦，2颗也都有 OIS， 超广角则跟 Pro 版同款。哦对，这次还有几个共同升级，首先是超广角镜头下方加上了继承自 Find X8 Ultra 的原色真彩感测模组。简单来说 ，OPPO 这次全新的原色真彩演算法会把照片分成48个区域来侦测色温。例如，在光线复杂的场景中 ，Find X9 Pro 就可以分别还原人脸的肤色以及场景的白平衡，就不会一个色温偏了，整个照片也都走歪了。此外，这2款也都拥有变焦闪光灯，系统会根据不同镜头给出最适合的闪光灯打法。话说 ，Find X9 Pro 同样拥有侧边快门按键的设计，维持触觉回馈。不过这个位置对手小的人来说还是有点靠内，横向拍摄的时候就会需要把手特别往左移。不过要是竖拍的话，位置就刚刚好。力道上，今年依旧是调得不错，力道刚刚好，不会太轻，也不会重到按下去直接手震。对了，这颗按键也要能短按拍照，长按连拍，左右滑动调整变焦。但就跟隔壁棚的评价相同，这颗快门最好用的功能就是可以轻按2下快速启动相机。接着就是 Find X9 Pro 的最大亮点，我们来聊聊哈苏增距镜。都叫这个名字了，仪式上肯定是要给你满满的哈苏感。首先，这次哈苏增距镜的盒装质感气势很强，看到这个外盒，真想直接冲一台 X2D。而在本体上，像是哈苏招牌的橘色系镶边点缀，侧边更印上了 OPPO 跟哈苏的双品牌 logo。重点，增距镜的镜头盖甚至跟哈苏自家中面幅镜头是同款设计，这个细节真的有料。对了，经典的设计我就不再多提，像是经典的哈苏快门音效，非常舒服，也有哈苏浮水印，在方案上也算有趣。首先，我们要装上哈苏增距专属的方纶纤维保护壳，这个壳的质感不错，平常可用，但右侧镂空比较多。不过有个小惊喜是，这个壳是支援磁吸的，可以无线充电或是搭配各种磁吸配件使用，但可惜国际版没有磁吸手把。不过 OPPO 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安装方式，就是我们要先装上增距镜的转接环，直接滑入就可以扣在镜头区域，再透过旋转把增距镜卡在转接环上。那这个好处明显可见，就是它可以快拆快装，你可以直接把整个转接模组含镜头直接滑出来，取下增距镜，当然也可以整组滑进去，少掉了对齐增距镜还要转来转去的操作，也不怕没装好，一个手滑造成憾事。不过相对的，应该是稳固性考量 ，OPPO 是保留了长焦开孔，所以如果你临时要用主镜或是超广角，就一定要把整个转接环滑出来才能拍摄。虽然说你装增距镜的时候，其他镜头本来也就不能拍啦。不过想要起这些，我相信大家更在意的是 Find X9 Pro 装上增距镜的实际效果如何呢？首先，透过增距镜 ，Find X9 Pro 的2亿长焦会从原生3倍变成光学10倍。那因为光学设计的关系，一定要在相机选择哈苏增距模式才能正拍摄，要不然增距镜的光学设计原本会是反的画面。进来之后，底部会有原生10倍以及20倍、40倍，透过滑动，最高可以做到200倍，也就是4600mm， 非常吓唬人的超长焦啊！但就是数位裁切和 AI 演算啦。贴心的是，从50倍开始会有专属的长焦观景窗，并且进入加强稳定模式。这边也提供几组原生镜头对比增距镜的样片，让大家参考。真的是外挂级的存在啊！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相机设定中有个超高画质优先选项。简单来说，受益于这代更强的 ISP， 在照片处理上更加游刃有余。当 Find X9 Pro 侦测到光线充足之下，系统就会直接拍摄5000万画素的照片。而当然，当光线一差，系统就会自动切回像素4合1，提升每个像素的感光能力。有个好玩的小细节是，如果你切换到哈苏超高画质的2亿模式，按下快门后，系统就会出现黄金比例的处理动画。所有画面生成的时候，也代表2亿画素的照片算好了。
算是一个有趣的小彩蛋。毕竟2亿的处理时间就是这么久。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实拍样张，实际对比 S25 Ultra、iPhone 17 Pro Max、Pixel 10 Pro XL 以及入场小米的15 Ultra 和 X200 Pro 给大家参考。但很可惜的是，300在我们测试的当下还没有台版，之后有机会再来补充。我们直接进入到长焦环节。首先，3倍本身就是超级适合拍人像的焦段，所以不先来上几组人像是绝对说不过去的。这边提供几组人像样张让大家参考。这次 HP5 是真的蛮好拍的，在人像表现上 ，Find X9 Pro 延续之前跟哈苏合作的好表现，虚化自然，也有哈苏主打真实的色彩科学，加上这次原色真彩镜头的加持，我觉得会选 OPPO 旗舰的朋友，肯定都是为了这个自然舒服的人像吧。哦对，前面有提到，这次 Find X9 Pro 在光线冲突之下，预设会是5000万画素，那我们也在思考是不是要手动选回1200万。但这感觉也不太合逻辑，一来是我们都是使用全预设，这样对比才有公平性嘛；二来，因为现在的 ISP 就是真的变强了嘛 ，OPPO 这5000万的处理速度已经快到跟过往的1200万体感上差不多了。要不然再退一步来说 ，iPhone 是不是也要从2400万手动调到1200万？这逻辑肯定也不对。所以既然是科技真的变强了，那从这期节目之后，我们决定旗舰的测试，只要处理速度达标，那就采用预设画质。但别担心，有触发高画质的样张，我们也会同步标记出来。对了，这代也同样有柔光人像模式，这边也提供3个模式下的样张让大家参考。开启后就能拍出这种有着虚幻的朦胧氛围，梦幻模式下的发丝效果真的好看。话说，这次长焦还有一个有感升级，就是终于支援长焦微距拍摄，完全补足上一代 Find X8 Pro 的遗憾。相信长焦微距的好，大家都知道。这边就来几组长焦微距的样张让大家参考。而在极限望远上，我们直接上对比样张最快，所以我就不废话，带上长焦对比。我们首先来跟国际组对比，有三星的 S25 Ultra、Pixel 10 Pro XL 以及 iPhone 17 Pro Max。接着是入场组，我们来拍 Find X9 Pro 对比上一代 Find X8 Pro， 再比小米15 Ultra 以及 vivo X200 Pro。最后，如果你对增距镜有兴趣的朋友，我也分享几组增距镜跟目前旗舰手机的原生长焦有多大差别。那这 part 主要是让大家感受增距镜有多大的提升，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除此之外 ，Find X9 Pro 也支援 4K Live Photo， 以及先前介绍过可以拍出类富士的 CC、NC、NH 3种底片风格滤镜。话说，这次我新增一个 ThinStyle 800T 滤镜，源自柯达 Vision 3 5219，拍起来会有偏冷的复古底片感。另外，这代也加上了模拟 CCD 相机闪灯直打效果，一样提供几组样张让大家参考。而在录影表现上 ，Find X9 Pro 的录影又进一步提升，赶上了主流旗舰手机。首先，这代 4K 120 FPS 录影可以开启杜比世界 HDR 录影，以及有调色需求的 log 格式。重点，标准版的 Find X9 在录影上基本继承 Pro 版，
包括 4K120、杜比世界 HDR 以及 log 格式也是通通都有。这边也提供一组 4K60 的录影样片让大家参考。整体来说 ，Find X9 Pro 目前拍下来，相机规格从主镜头到望远可以看出提升，但又不是硬要堆料的感觉，很符合过往 OPPO 那种是为了功能而斟酌，并选择自己想要的硬体配置。更何况这次的升级更是补足了前代缺少的2亿画素以及长焦微距，甚至还能搭配增滤镜去拍摄。重点，我觉得这次 Find X9 Pro 甚至连标准版都补足了 OPPO 以往比较遗憾的地方，也就是录影功能。可以说是在基于 OPPO 摄入全方位覆盖的策略前提之下，进一步去做堆料，真的亮点很多啦，建议直接体验看看就能知道 Find X9 Pro 的能耐。话说要看主镜头和超广角的朋友，我也有拍，但我放在节目最后，大家再详细参考。接着我们也来聊聊新的 OPPO AI。这次 OPPO 在 AI 上一样是入场国际版的优等生，除了 Google 统一分发的 Gemini AI 助理 Circle to Search 圈定即搜，只要长按导览列，把想知道的东西圈起来，系统就会透过 AI 辨识告诉你这是什么。重点是这次 Gemini 也加入了 OPPO App 的原生支援，所以你可以直接透过 Gemini 调用 Google 跟 OPPO 的原生 App。那比如说，帮我确认从台北车站到台北101开车要多久？如果超过10分钟的话，帮我建立明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跟雪莉的电话会议。你看 ，Gemini 就会自动查询 Google Maps 确认车程要多久。那超过10分钟的话，就会直接在行事历建立一个电话会议。不仅如此，你也可以说什么是创新扩散理论，帮我把重点整理在笔记里面。你看，现在 Gemini 也可以调用 OPPO App 了。除此之外 ，OPPO 也有一系列的自家 AI， 比如说之前介绍过的 AI 消除、AI 灵感成片、AI 消除拖影、AI 消除反光、AI 侧边栏、AI 摘要、AI 文案、AI 翻译等等，这些大家都可以参考 Find X8 Pro 或是 Reno 13 Pro 实测，我们都有详细介绍过了。这集我们主要来说说这代 OPPO 新增的 AI 功能。首先是眼尖的朋友应该发现了 ，Find X9 系列居然移除了3段式快捷键，现在改成了 OPPO 快速键。除了可以自定像是开启相机、截图、声音模式等等，这次 OPPO 加入了一个好用的 AI 功能，叫做一键闪记 AI 记忆舱功能。那这个蛮好用的，你只要短压快速键，系统就会截取当下的画面，然后 AI 马上就会辨识荧幕内容。比如说要提醒抢演唱会的票，只要在售票网站上按一下快速键 ，AI 就会把演唱会的资讯直接记到专属的 AI 记忆舱当中。那除了荧幕截取之外，你也可以长按快速键，就可以用录音的方式快速记录资讯。那比如说突然接到3天后要跟家人吃饭，那怕忘记的话，就直接长按快捷键。我3天后晚上7点要跟家人吃火锅。你看 AI 就会自动建立提醒，并且同样会整合到记忆舱里面，等于它不只是 AI 助手，你还可以透过一个界面就管理所有 AI 记录下来的资讯。哦对了，这次 Find X9 2支在分享档案的时候，同样可以透过与 iPhone 电脑互传的功能，只要有下载 O Plus 互联的 App， 就能一键从 OPPO 手机上把档案或是照片传到 iPhone 或是 Mac 装置。最后我们看到银鱼了，这次在 Find X9 Pro 上终于改成平面萤幕了，采用的是一块 6.78 寸 Full HD Plus 解析度，并且支援1到120 Hz 动态更新率调整的 AMOLED 萤幕。而在 Find X9 这边，萤幕规格几乎是一样的，只有尺寸采用 6.59 寸，走一个合手路线。重点，两机的萤幕边框窄度都只有 1.15mm， 在边框看内容就是一个舒服啊。那我们也就不废话，直接来测萤幕亮度。首先，我们来测跟太阳下是否能清晰阅读最有关系的强光下全白画面亮度。经过我们实测，标准版 Find X9 来到2080尼特 ，X9 Pro 则可以来到1897尼特。而在强光1%显示面积下，则能分别来到标准版 Find X9 4080尼特、Find X9 Pro 3454尼特的高亮度表现。
此外，经过我们实测，在低亮度下的 Find X9 标准版可以做到3840 Hz 左右的 P 打边调光，而 Find X9 Pro 则是2160 Hz 左右，两款也都是 NDC 调光。不过，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两块萤幕的显示效果如何呢？我们就拿出这套总价值已经超过1万美金的设备和软体来测。这次 Find X9 系列拥有标准、自然、鲜明3档选择，那所有模式我们都测了，讲重点就好。如果你想要的是准确的萤幕表现，那就是直接选择标准模式之下的暖色即可。那经过我们实测，在这个模式之下 ，Find X9 Pro 跟标准版 Find X9 的 sRGB 色域覆盖分别可以达到 99.7% 以及 98.7%， 成功做到 sRGB 色域限缩。而如果是看色准的话，我们首先来看 CCT Delta E。经过我们实测 ，Find X9 Pro 的 CCT Delta E 只有 0.85， 这个数字小于2，色准就是不错；小于1就是超级优秀的意思。而 Find X9 这边则拿下 1.98， 也在够准的水准之上。重点是我们接着实测 sRGB 平均色彩 Delta E， 两台居然分别拿下了 1.15 以及 1.06 的超准表现，最大 Delta E 也都非常小 ，sRGB 色准完全给过。不过可惜的是，目前因为系统限制，我们并无法进一步实测 P3 色域。此外，在音效上，两款也都采用了双喇叭配置，这边提供一组实测给大家参考。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重点都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最后，节目制作不易，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直接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谢谢你们，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